走走走，哪儿来的要饭的？去别的地方要去，别在这耽误我做生意。老板，2碗面。哎，这位兄弟啊，我说你就不该多管闲事儿。这天底下可怜人这么多，你管得过来吗？管一个就少一个。这穷啊是绝症。你怎么不去上学呀？我在给自己攒学费，我打算攒够一笔钱，然后买个小推车去收破烂，这样就不用耽误上学了。那你的父母呢？奶奶说，爸爸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奶奶年纪大了，我不想让她那么累。快吃吧，一会儿面坨了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我要把它留给奶奶。那我的，你帮我吃了吧。真是个懂事的孩子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小推车要多少钱呢？我问过了，一个小车要85块钱，我已经攒了35了，再有1周我就能有自己的小车了。这50你拿着，明天呢，你就去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车。叔叔，你已经请我吃面了，我不能再要你的钱了。那你就当我这是跟你合伙，等你赚钱了，连本带利的一起还给我，好不好？好，3天之后还在这个面摊，本金50，利息是1碗面。合伙人。好，那这个就当做是我们的信物。合伙人。哎，郑总，福利院那边的领养事宜已经安排好了。好，我马上就过去。院长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他们呀是大学老师。他们看起来好像有点穷。院长，他看起来好有钱啊！他是谁呀？他呀也是来领养你们的。你看看，你选谁呀？选他。哎，爸爸，你看起来好像很有钱，能带我们吃好吃的吗？我们在这儿都吃不饱。爸爸，你可以给我买漂亮的小皇冠吗？爸爸呀，都满足你。行了，吃完咱先走吧。人家一句玩笑话，你还当真了？合伙人，未来我一定要找到你。我让你找的人，你找的怎么样了？不要多花钱，我今天就把你的车砸了。你们知道这是谁的车吗？你们就敢砸？知道砸坏要赔多少钱吗？谁的车？不就是黑心厂长的车吗？我们砸的就是黑心兄妹的车，这是我们郑总的车，你们连谁的车都没弄清楚，就敢来砸？大家好，我是盛世集团的董事长，大家有什么事儿都可以跟我说。董事长，您来的正好，我们是来要钱的，工厂欠我们3个月工资没发了。对。还我工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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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小静儿，你下来一趟，我在大厅等你们，你快点。好。钱！哎，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！我刚才已经给他们打过电话了，咱们呢一起去大厅等。你们放心，有什么事啊，公司一定会给你们一个说法，好吗？胡总，华普街价值3亿的收购方案已经发来了。我让你找的人，你找的怎么样了？只有一个画像，线索确实有些少。
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1周之内一定要找到我的恩人。安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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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安静一下！安静一下！爸，你急忙叫我们过来干什么？他们的工资怎么回事？哦，前几天厂里出了点问题，我就挪用了一下。你们怎么能动大家的血汗钱呢？你知道吗？你们的这种行为叫贪污啊！赶紧把钱拿出来，给大伙把工资补上。拿不出来了，那笔钱现在被套住了。没钱，兄弟们，他们说没钱，给我干他！就他妈你会说话是吧？袁大，你怎么能打人呢你？爸，他们就是脾气，给他一松松皮就好。胡闹！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3天之内把大伙的工资给补上。爸，那既然这样，不如你挪用集团的一部分给我们吧。啊！请大家放心，我盛世集团一定不会拖欠大家的工资。谢谢董事长，都答应给你们了，还不赶紧散了？还不赶紧回去干活！郑总，不好了，公司账上没钱了。那是公司的专用资金呢，怎么会不翼而飞了呢？查清楚，绝不姑息。郑总，这次专项款的去向是2位小郑总。爸爸，我想要小裙子。他们说你有钱是真的吗？可以买给我吗？买，都买。好，爸爸，我们长大以后一定会孝顺你的。好，都是好孩子。哎，小心点！哎，注意安全！哎，爸爸，你没事吧？哎，静静，楠楠，公司的资金，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啊，这，我和你很熟吗？就这么亲热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们也不瞒着你，把集团让给你，他们的工资我就照样发，怎么样？如果你不给了，那我可不敢保证他们会做什么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做的呀！是我们把公司的专项资金挪走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现在的盛世集团就是一个空壳子。什么眼神啊！我们替你处理的这么大个篓子，你可感谢我呀！你老了，你不适合在领导集团，把位置给我俩坐，这不对大家都好吗？啊！10年前，我把你们从孤儿院领了出来，我扪心自问呐，我把你们当成亲生骨肉来养。停！你是不是想说，给了我们良好的生活，说我们兄妹俩是白眼狼？我告诉你，这都是我们命好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说说你，都他妈半截入土了，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？你把集团给我们，或许我们一高兴，还能让你安享个晚年。想让我把公司交给你们，不可能！不可能？那等会儿你的工人兄弟们好好招待你，看你的嘴会不会这么硬。我随时欢迎你改变心意，打电话给你。拜拜。哦，对了，我要告诉大家，集团的钱呢已经被这个老头给吞了，公司没钱了。你让我看，那是不是我们的工资都打水漂了呀？郑先生，您的母亲查出了尿毒症，需要进行翻身手术，至少要400万的手术。老天哪！难道做好人就没有好报吗？董事长，你没事吧？要不我先送你去医院吧。不行，今天拿不到钱，谁都别想要走。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你的钱是不是被转走了？你这是想要我们的命啊！不得好死！
老板，我在咱们公司创立就跟着你了，我知道你不容易，咱们公司已经3个月不发工资了，老板，要不你先给我们发一点儿，我就想把病治好。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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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冷静一下，让我说几句。拖欠大家的工资是我老板的失职，我难辞其咎。我知道你们大家都不容易啊，也深知道这份工资是你们每一个家庭赖以生存的基石，儿女的成长，父母的健康，还有妻子的承诺。我郑怀瑾能有今天呢，靠的就是大家对我的信任。你们不仅仅是我的员工，更是我的亲人啊！是，现在公司没钱了，但是我保证，我一定会把钱送到你的手上。我就是砸锅卖铁、卖房子、卖车，我也要把钱打到你的卡上。我请你们相信我郑怀瑾这一次，好吗？我愿意相信他，我愿意相信郑总。我谢谢你。我们相信你这一次，我们走。小郑秘书，把这个车子还有值钱的都给我卖了，在今天下班之前，一定要把工资送到大家的手上。是。范叔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让我们兄妹2人把盛世集团的资金搞到手了。我也没有想到会这么顺利，看来啊，他真的是把你们俩当成自己的亲儿女了。谁要给他当女儿？不够晦气的。就是，范叔，我们叫了他这么多年吧，就给我们兄妹一个破厂。你懂什么？那个破厂可是盛世集团的核心。范叔，盛世集团的钱已经在我们手上了，现在就是一个空壳呀。我们要这空壳有啥用？荣城第一财团处事下午要在这儿开一个招商会，盛世集团呢，刚好具备这个生产资质。我们一旦拿到了盛世集团，就能得到楚氏集团的青睐。下午招商会，我们一旦跟楚氏集团达成合作，那么新城我们就是未来炙手可热的人物了。范叔，以后我们兄妹可就依靠你了。是啊，范叔。哎呀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我这个岁数，有妻下无子啥的，不如你们。爸，好，哎呀，太好了。楚总，您的恩人我们有消息了，他也会出现在我们的招商会上。合伙人，我终于要见到你了。儿子，对不起你，公司出了问题，我没钱给您看病了。哎呀，儿子不行。怀瑾，妈的身体妈知道，快起来啊！来，公司出啥事儿了？公司破产了，我把家里值钱东西都抵押了，给员工发工资了。按理说，我应该用这笔钱给您治病的，可公司几百个家庭，我实在不能看着他们跟着我去家破人亡啊！儿子，你做的对。儿子，对不起你。来，哎呦，看看，我这儿子也都长出白头发了啊！妈，哎，你做的对，永远都是妈的骄傲。喂，郑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已经把所有能够抵押售卖的资产都卖了，一共卖了550万。
但还差800万的缺口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剩下的交给我吧。拿着去急用啊！妈，这卡和镯子我不能要啊！你是我儿子，我是你妈，这儿子出了事情，我这个当妈的能看着不管吗？妈，房子加车550万，再加这200万，还差600万。饭桶我现在事业有成了，我想他应该能帮我。范总，听说最近要收购盛世集团啊？是，盛世集团现在是强弩之末，我也想帮我的老同学一把。看来这次和楚氏合作非你莫属。谢谢。哟，这人还是不经念叨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好久不见呐，那个，我有个事儿想找你。咱们到那边聊一会儿。郑总，你这是要谈多大的生意，还要避着人啊？郑总，我们都听说了，谁还没有一个难得的时候啊？那个，范总啊，我公司呢现在遇到点难处，想……郑总，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啊！哎，这宴会厅空调好大呀！嘿嘿，开玩笑，老同学，我都想死你了啊！我刚才手没扶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刚才说你找我聊什么事来着？丫头，我想找你借600万。当然可以了。不过你得先给我跪下。跪下？哎呀，范总啊，我现在公司的资金链……别叫那么亲，咱们两个没那么熟。啊，范总，现在公司的员工都等着我开工资呢，才能不能念在咱们认识多年的情分上？哎，你借给我600万啊，我只用2个月。2个月之后，我连本带利都还给你。怀金啊，上大学那会儿你是资助，但是就是因为你那点资助，让我到现在都抬不起头来。你把你那些不要的垃圾通通都丢给我，还想让我对你感恩戴德？我向你借1000块，你看看你那支支吾吾的样子，你现在上下嘴皮子一动，张口就要借600万。你凭什么呀？哎呀，范总啊，念在你当年借给我1000块的份上，我10倍奉还。啊，你，这，哎呀，滴水之恩，我10倍相还。咱们两个的情，我还清了。这个郑总是想携恩图报啊？什么呀？还以为他是个君子呢，没想到。看在咱们两个当年的情谊上，我愿意借给你，但是你要付出相应的诚意。我要说的没问题吧？啊，可以。利息我可以比现在的市场高出1%啊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哎，不用，我只要你跪下。利息我可以比现在的市场高出1%，你觉得可以吗？不用，我只要你肯跪下。不仅刚才那钱不用还了，600万我马上打到你的卡上。郑怀瑾，你现在缺钱多简单呀！啊，只要你肯跪下来求我，只要你肯跪下来求我，我怎么？我为了感恩都可以跪下来。郑怀瑾，你要这个钱，无非就是给自己的工人发工资吧？同学，你这一跪，跪得值啊！你想想，你要是不跪，有多少员工都会妻离子散，有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呀！
是不是只要我下跪了，你就肯借这笔钱？人活一口气，我现在啊也不差这点钱。你说对吧，老同学？我相信郑总，我在公司20多年，郑总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啊！我跟郑总8年，他确实没有亏待过我。上次我家出事，也是郑总提前给我预支了1年的工资，我愿意相信他。我愿意相信郑总。我谢谢你。好，我滚。哈哈哈哈哈！到账了，到账了！快看，到账了！真的是，快看看，我的也到了。哎，我的也到了，我的也到了，我的也到了。虽然只有一部分，但是没想到郑总真的变卖自己的家产给我们发工资。郑总的母亲住院都没有医药费，所以我们不能当白眼狼见死不救啊！是啊，不能对。现在郑总母亲急需一笔医药费，所以我提议大家凑一笔医药费出来。同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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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们都同意，这个太好了，都同意，同意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这当年高高在上的郑怀瑾，现在像一个丧家之犬一样跪在我面前。安导，现在你可以借我这600万了吧？哎呀，我这皮鞋有点脏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是风水轮流转啊！你我相识多年，你一直高我一头，我永远都是那个万年的老二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将永远把你踩在脚下。想当初我做生意的时候，想当年我创业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多难呀！我问你借钱，你是怎么拒绝我的？幸亏我命好，遇到了一个好的投资人，要不然我的公司都黄了。当年那个投资人是不是叫杜鹃呢？郑总，您的老同学饭桶资金链断了，要破产了。你从公司账户抽一笔钱，打到他公司账户上。是。哎，等等，他好面子，你别用我的名义，就署名杜鹃。好，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忘了，我在学校里的笔名就叫杜鹃呐。切！你以为你说的话我就信了？记住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永远是我的手下败将。林娜，你马上去额外准备一份合同，我要在招商会上给我的合伙人一个惊喜。好的，楚总。合伙人，我来找你了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你现在可以借我钱了吧？怎么会呢？我还有更大的惊喜给你呢！兄弟们，2位小郑总说的没错，这黑心老板果然在这儿。张老板，你自己在这儿纸醉金迷的，像我们的工钱什么时候给啊？对，快点！小静，楠楠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谁让你这么没用？我们当然给自己整新的。不过是养了我们几年，真把自己当我爸呀！他们现在是我的孩子了，他不在这儿，在哪儿呢？你们早就串通在一起了。要不说你蠢呢，现在才发现啊！要不是我范爸运筹帷幄，那盛世集团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工科公司呢？2个职
10里8外的白眼狼啊！我去你的！老东西，别他妈岔开话题啊！就问你，今天是账结还是不结？老板，您的恩人现在正在招商会上被他的员工催债。林娜，你先去稳住局面。还有多久？老板，还有20分钟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我限你在10分钟之内到达。是，老板。钱我都已经打到你们卡上去了，还有一部分，3日之内我会把这些工资给你们补全。老同学，不用3天，答应借你的钱，我一会儿找人就给你打过去。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把你的公司转让给我。不可能！盛世集团是我毕生的心血，想让我把公司转让给你们，那就从我身上踏过去。去你！我就成全你。今儿个告诉你，钱不要。哼，这股恶气必须除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打你这个瘸子的好腿了。副总，你要找的人就在5楼宴会厅，敢在我的地盘为难我的恩人，我一定让他们百倍偿还。走，是。老东西，你不是天天把你的员工和你的家人挂在嘴边吗？怎么，现在为了这个空壳的公司，连你家人都不在乎？你知不知道你的一句话会让你多少家人丢掉饭碗？我就是死也不会把公司交给你们。不牵扯了。好，1万，今天我就当着大家伙的面，让大家看看欠大家工钱什么下场。给我走！1万！你就签了吧，还能少受点罪。我对你们真心付出了10几年了，你们就这样来对待我呢？这2个逆子，我养你们还不如养条狗。至少他还知道他的主人是谁。凭什么？怎样？到底签不签？查清楚今天事情的原委。是。散吧，不是集团的人。散吧，这个老骨头有点硬，一会儿再不签，咱们跟主持集团的合作就来不及了呀。想死，我成全你。5成到了。我成全你。主事集团楚总到。我倒要看看是谁敢欺负我楚灵郎的恩人。没事。在场所有人欺我恩人者，我必百倍奉还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郑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林总助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是我养父，他就是个无赖，他拖欠员工工资，我们是来要账的。是他们欠我好几个月工钱，都是我们的血汗钱，不还钱。对呀，
他来这里为大家借钱，大家都能作证啊！对，我们作证，我作证呀。听，保险。是啊，范总想要给郑总解围，可郑总不答应啊。是啊，念在他养我孩子这么多年，还有和我老同学的份上，我才跟他拿这些。但是他可这个不知感恩的老东西，拿了钱还在这里闹事，污了您的眼。他这样的人，就算被打死也是活该。闭嘴，楚总，你为什么打我？立刻道歉！啊，好，我们道歉，一定是咱们没把公司的秩序维护好，我们道歉。说错了，重说。楚总，他们年轻气盛，不懂事儿，我这就把这老东西给丢出去啊！郑先生要是今天出了任何问题，我让你们3个在新城再无容身之处。他就是一个拖欠工资的老赖，把他给打死又能怎么样？我调查得知，郑先生收养你们兄妹10几年，给你们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，没想到竟然养出了你们这对白眼狼。还有你，当年你的公司出问题，是郑总匿名投资，没想到你竟然跟他们一起欺辱郑先生。不是你们干嘛？你们还抓我呀？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我也是受害者呀！爸救我！楚总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当然是让你们这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给郑总道歉。楚总，你这是仗势欺人啊你！刚才就是你说郑总欠你工资不还。是啊，欠我好几个月的工钱。张三，原盛世集团员工，因失误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，去年6月已经被盛世集团开除。那也是之前欠的。好，账我们会一笔一笔的算清楚。你说，郑总欠了你多少钱？5万。现在郑总和你的账结清了，是。接下来就该算算你和郑总的账。我来的路上听说1棍1万，我楚琳琅做生意向来都是10倍奉还。楚总，钱我不要了。都是他们说只要我逼这个老不死，老爷子把合约给签了，他们就给我一大笔钱，趁着把你长嘴了是吧？不是，就是这么说的。不是，放开我！你，郑先生，这3个人你打算怎么处置？爸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爸，我们只是想证明自己而已，爸。爸，我们知道你这么多年一直在找您的亲生孩子，我和小静也是怕失去你呀，爸。老同学，我也是想帮你来着，没想到这2个孩子都玩过火了呀！啊，让咱们走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他。赶出去！爸，爸，我解释，爸，你不是心疼我了吗？爸，郑先生，快来人，送去医院，快点儿！郑先生，我操！爸爸，现在这个老东家有楚氏集团撑腰，那我们后面跟楚氏的合作恐怕……那怎么办？我男朋友可是楚氏集团的高层，他听说楚总这些年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，要是我们能给他找到，还怕合作不上？哎呀，我的好闺女，还得是你聪明。只要是搭上了楚总这条线儿，这郑怀瑾就算对楚总再有恩情，那也是小恩小惠，哪能比得上血浓于水呢？到时候这盛世集团还得是咱们的。
怀姐，还疼不疼？啊，已经没事了。哦，楚姑娘，谢谢你帮我儿子解围啊。郑总，你慢点。郑总，你还生着病呢，得注意休息。楚总啊，咱们素未谋面，你为什么这么帮我呀？我是来报恩的。报恩？这么多年，您资助和帮助的人很多，可对于我来说，您是唯一一个雪中送炭的恩人。合伙人，你还记得吗？是你呀！我听说您的公司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，这笔钱您拿着，既拿着救急。不行，这笔钱不是一个小数目啊！再说了，当初我帮你也不是为了让你报恩呐，这钱我不能要。合伙人，您就拿着吧。当初是您投资我，这笔钱就当是我投给您公司，算我入股。入股？当初是您投资我，这笔钱就当是我投给您公司，算我入股。入股？当然，我也要收取我的利息，就像当年您教我的，做生意要找靠谱的合伙人，也要收取适当的利息。应该的。那这利息你打算怎么算呢？哦，5%，可以的，可以。利息我只要50块。啊？哎呀，这楚姑娘，这2000万你只收50元的利息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当年要不是您资助我，哪还有现在的楚氏集团？这些年我一直在追随您的脚步，今天终于找到您了。哎呀，真是没想到，当年的这个小姑娘现在变得这么优秀了。看来当初我选择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合伙人呐。不过这利息确实有点低呀。利息这么少，我当然还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你说。我的要求就是盛世集团要和我们楚氏集团合作，您呢要成为我们楚氏集团的合伙人。这怎么听好像都是我在占便宜。楚总，你确定吗？您要不答应，这钱我可就收走了。行，那这笔钱我2个月以后啊一定还你。这个能把这张支票换成现金吗？我想给我的员工把工资补齐。没问题。您呢？你去办。是。哎呀，楚姑娘，我老太婆有个事情想请你再帮个忙。有什么事您说，只要我能办到，一定尽力。哎呀，我们家月月呀，走失了27年，一直没有找到，所以想请你帮我们再找找。妈，你怎么提这个呀？我没事。奶奶，您方便告诉我孩子的特征吗？哎，你看，他是男孩还是女孩？是个女孩。那您能告诉我，他是怎么丢的吗？那您能告诉我，他是怎么丢的吗？都怪我，当初有人来找你了！注意，在那边！女儿，哎！
我女儿哪去了？女儿，月月呀，我的宝贝孙女儿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哎呦，你过得好不好啊？郑总，您二叔一家已被抓住，现在整个盛世集团请您一人调遣。二叔为了遗产，不惜追杀了我们全家。这8年东躲西藏的日子终于结束了。可是我的孙女呢？月月福大命大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吩咐下去，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小姐。是。月月，你到底在哪儿呢？妈，哎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月月的。月月，你到底在哪儿呢？我的孙女儿。宣布下去，楚氏集团将入股盛世集团，并以我个人名义注资100亿。你拿着我的头发去和郑先生做一份 DNA 检测。楚总，盛世集团已经被掏空了，这么多年您一直在找您的亲生父母，但是上门的骗子也不少。万一……我相信我的恩人不会有。是。不是事啊！我男朋友说了，楚总正在寻找他的亲生父母，等会儿他就会把楚总寻亲的信物发给我们，到时候我们按照信物去寻找，一定能找到。哎呀，我的好闺女，我们要是帮楚总找到了亲生父母，我们还要盛世这个公婆子干什么呢？啊！哎呀！发过来了。这个玉佩怎么这么眼熟啊？这个玉佩我在郑怀瑾的书房里见过。真是没想到呀，老天爷都帮我！老夫人，这住在医院对您的病情更有帮助，您为什么非要回这老宅呢？这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。再说，人家已经帮我们那么多，怎么好意思继续花人家的钱呢？妈，你放心，这工资呢，我今天一定补给员工的。好，小珍呐，公司现在正在清算中，等结完工钱，我给你找一份工作。你还年轻，我不想影响你的前程。不，董事长，要是没有你，我现在还被困在大山里呢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还钱！哎，冯家呀，刘贺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郑怀瑾，你这个虚伪小人！要不是小郑总说你把钱藏起来也不给我们，我们还像傻子一样觉得你是有情有义的好人呢。我们那么信任你，凑钱给你妈看病，你就这样对我们？就是。大家千万别被这个虚伪的小人给骗了，他把钱藏起来了。我们兄妹在盛世集团的时候啊，这个郑怀瑾就已经把集团的流动资金转移到国外了。他就是想跑路，不给你们发工资。奶奶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妈，范总和这个逆子串通一气，钱我都已经给大家凑好了，现在正在路上。今天我一定会发到大家手上的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是你的缓兵之计，他就是想卷钱跑路。你今天必须把工资给我们，
否则你们哪儿都别想去。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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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稍安勿躁啊！钱呢，我已经派人去取了，今天一定会给大家补齐。哎呦，正南，你羞辱我也就算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煽动大家的情绪呢？今天你们来这儿干什么？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收购盛世集团啦！收购盛世集团？想收购盛世集团，就从我身上挂过去。妈，你们回屋去。哎，站住！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哎，站住！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啊！你以为这样躲着就可以不发工钱了吗？把转让协议给签了，你的漏洞我给你补上。老东家，我犯了吧？你有钱的很，你就签了吧，要不然让这些员工白白在这耗着呀。我早就说过了，钱在取的路上，今天我一定会发给大家的。我郑怀瑾说话绝不食言。楚总，现金已经兑换好了，出发。郑总从来没有骗过我们，难道钱真的在路上？也就你们这些蠢货信了，人家早就把钱卷跑了。哎，我说郑总，你这谎话张嘴就来的本事，可是一般人真学不会。钱在路上，钱在哪条路上？钱在你要跑的路上吧？我记得之前玉佩就放在这儿，怎么没有呢？老东家，你就赶紧签了吧。你口口声声说这些人是你的家人，你就这么对待自己的家人啊？要不我替你的家人教训你一下呀？要不我替你的家人教训你一下呀？楠楠，你干什么啊？他可是养育了你10几年呢，你没叫他10几年爸爸？啥叫他这么亲热？我跟他早就断绝关系了，现在只有范先生才是我唯一的爹。楠楠，你都不记得了吗？啊，你小时候生病，在你眼前是个男人，在你床前衣不解带，整整照顾你了3天3夜呀！他累了手脱相，才把你捡回了一条命的。我求着你们了，说到底还是你们犯贱自愿的。你扪心自问一下啊！我们对你们2个是有求必应啊！你们怎么能恩将仇报啊？还真把自己当我亲奶奶了。我告诉你，要是没有你们，我跟我妹妹早他妈飞黄腾达了。你听着，我绝对不会把盛世集团交给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白眼狼，死都不会，死都不会！我你不能打我儿子！操！一个小助理还装起来了！哎呀，你放开我！记得当初我花重金请你做我的私人助理，你还不愿意，非要给这个老东西报什么恩。现在要不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？做梦！我就喜欢你这种有骨气的，我就喜欢你这种有骨气的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他！孽子，你这个畜生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啊？我儿子，我求求你，求你不要打我儿子，放开他！你们要打就打我好了，放开！他们太过分了吧！妇人之仁，郑怀瑾都要卷着你过日子的钱跑路了，你还在同情他？快点，别耽误郑总给员工发工资。是，都快点！哎，大家都看看啊，这就是你们嘴里边的郑总啊！为了自己这点钱，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管。对呀，这太不是东西。你说他今天要是不把钱给你们，
你们的家人可怎么办？对，该打，打到给为止，打到他们把公司交出来。哎，等等，刚才这个老太婆说她要替她自己的儿子，那我们就先解决这个老太婆，给我打，只要打不死，就往死里打，我打，还钱，还钱，还钱，打，住手！谁敢诬陷郑总没钱？打开！你赶紧问问小静，她怎么还不来？各位，我是楚氏集团董事长助理林娜，这笔钱是郑总向我们楚氏集团借的。郑总为了给大家发工资，不惜卖房卖车，甚至放弃给母亲治病，也要在承诺期间把这笔工资发给大家。而你们就这么轻信小人谗言，逼迫郑总。找到了！林董珠啊，大家养家糊口也不容易，是我拖欠工资在先，是我对不住大家，咱们现在就发吧。我们真的错过了郑总，郑总都这样了，还在为我们求情。都是他们这群骗子，不能放过他们。要不是他们挑唆，我们怎么会误会郑总？别让我再看见你们，要不然见一次打一次！打死他！快滚！郑总，我们对不起您。郑总，我们不应该袖手旁观，对不起。郑总，我们不应该袖手旁观，对不起。这也不怪你们，你们也是被别人蒙蔽的，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们。来，大家领钱吧。放假，来。谢谢您，郑总。刘贺，郑总，给我们这么多啊！你们为我母亲治病筹了那么多钱，你们也不容易啊。我呢，郑某人现在有钱了，我就不会让大家破费。好，谢谢郑总。哎，谢谢郑总，谢谢郑总，谢谢郑总。喂，什么？有人拿着玉佩？难道她是我的月月？好，我马上回去一趟。哎，楚总啊，你还有急事吗？郑总，我有我亲生父母的消息了，你赶紧回去一趟。什么？你的亲生父母？对，郑总，您这边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，你回去的时候开车慢一点。哎，知道了。小陈，你拿着这个给我做一个 DNA 检测，加急，我今天要看到结果。是，怀姐，你是说楚小姐可能是月月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刚才在她的脖子上看到一个跟月月一样的胎记。没想到，我找了20多年的女儿，竟然以这种方式相见。你当初为什么丢下我？我妈呢？我对不起你们母女。当年我被仇人追杀，你母亲受到了惊吓，难产去。我抱着你，为了躲避仇人的追杀，我就把你放进了垃圾箱里。当我回来找你的时候，你就不见。你先起来。喂，这个故事您都跟谁讲过？这个跟我认识的年数多的人都知道，这不是什么秘密。姐，
我们知道仅凭一个信任你可能不相信，但是你看看这个，这是爸去你存的基因库里边去做的对比，相信我这个一定会相信的。琳娜，你去准备，2天之后我要举办认亲宴。是。爸，你和郑先生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恩怨啊？这都是商场上的事儿。不过爸爸愿意为了你放弃收购盛世集团，只当是报答他当年对你的恩情。好，在认亲宴上，我希望你们能够握手言和。爸听你的。郑总，楚总邀请您参加2日后的认亲宴。看来她不是我的月月。郑总，你看，如果琳琅真的是我的月月，那他认的是谁啊？您之前不是求着楚总帮着找孩子吗？万一是他给您准备的惊喜呢？帮助老板越来越帅。生意不错啊。老板，静静，你们终于来了。这位就是我们楚总的父亲了吧？我找你找的也太辛苦了。这位是爸，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我的男朋友。要不是因为他呀，现在还没找到姐姐呢。伯父呀，我们楚总呀，找你找的也太苦了。这以后啊，还要伯父在楚总面前多替我美言几句。好啊！范总啊，我们几位都是您的合作商，希望以后多提携提携。是啊，范总，人不光优秀，这孩子们也都这么优秀，真是羡煞我等啊！基因好，没办法。范总，我们谢谢啊，谢谢。这位是。郑怀瑾，你这个废物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抓紧时间把他赶走，省得他破坏人亲宴。我看你是想过来谢恩图报吧？怎么，我们楚总不是报答过你吗？你怎么能不要脸到这种地步啊？我要是你，我现在就省得给别人添麻烦。孩子们说的没有错，你看看你这副德行，要不是楚总念你当年那一点点恩情的份上，保安怎么可能让你进？我是正式邀请来的，怎么就没有资格呀？哟，郑怀瑾，我劝你识趣点，赶紧走吧，省得待会儿有人把你扔出去。这是我们郑总的邀请函，你有什么资格不让他进去？哼！没了！你们邀请函已经没了，我看你们拿什么进来？来人，把他们俩给我丢出去！我看谁敢！来人，把他们俩给我丢出去！我看谁敢！郑总是我们董事长亲自邀请的人，我看谁敢赶他走。你没搞错吧？你身为楚总的贴身助理，看这个老废物的关系搞得不清不楚也就算了，我范爸他可是你们楚总的亲生父亲，是这个宴会厅的主角，你就不怕丢了工作吗？什么亲生父亲？我们郑总才是楚总的亲生父亲。本尊就在这里，竟然还敢过来冒充！郑怀瑾，我有信物，有检测报告，你有什么呀？琳娜，你最近不在总部，可能不知道，这位范总就是今天认亲宴的主角，楚总失散多年的父亲，甚至以后啊还会成为我们楚氏集团背后最大的股东。琳娜，我已经让阿虎给你们楚总反映了，你和这个老废物等着被丢出去。
林娜，你可不要说我不帮你。你说你自己私藏，把人带来也就算了，我还听说你挪用公款给这个老男人，甚至还要把他当成楚总的亲生父亲。你知道这件事情捅到楚总那里会是什么样的后果？亲生父亲，你们好大的威风啊！我们郑总才是楚总真正的亲生父亲。这是检测报告。什么？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冒充我楚琳琅的父亲。带上公司所有保镖，跟我去任清夜。是。林总说，你帮着他们造假呀？是啊，像郑怀瑾这种中饱私囊、克扣员工工资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是楚总的亲生父亲呢？对，大家有可能不知道吧？这个郑怀瑾不仅靠着林娜的关系擅自挪用了楚氏集团的资产，还挪用了自己公司的资产，那可是集团员工所有人的心血呀！像这种不顾他人死活、毫无底线的家伙，怎么可能是楚总的父亲？郑怀瑾真不是东西，竟然拿员工的工资中饱私囊。那些员工哪个不是上有老下有小，夺人钱财等于杀人父母？这个郑怀瑾真该死！你说话！员工的工资我们早就发了。话说的好听，我们只看到你和楚总把钱给了这个姓郑的，可是没看到给员工发工资。不仅如此，这个老东西竟然为了钱，连自己得尿毒症的母亲他都不管，简直是妄为人子。郑怀瑾，你为了钱竟然不给自己的老妈治病，还和女人鬼混呢！哎，真是世风日下呀！啊，这种人为了钱来冒充楚总的亲生父亲，这不是在打楚总的脸吗？丽娜，你跟这个老不死的关系不清不楚也就算了，还敢污蔑楚总，楚总知道了不会放过你。你造谣我也就罢了，但是你不能污了林姑娘的清白。我们造你的谣，不是你自己在造你和楚总的谣吗？你们这对狗男女，赶紧滚出会场！不然我就让楚总知道你们所有的事情，我还会让整个新城散满你们所有的丑闻。你们，郑怀瑾，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我来这儿是来见我女儿的。你白日梦还没醒呢！哈哈哈！哎，你是楚总的父亲，那我是谁呀？在没有见到我女儿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你这个死赖皮，你还不走是吧？好，各位，虽然今天的认亲会主办方是楚氏集团，但最终的目的是确定和宣布我和楚总的关系。我好歹也是这个主办方的半个主人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这个泼皮无赖不仅拖欠了员工的工资，还置自己的母亲于不顾，现在还舔着脸说自己是楚总的父亲，他该死不该死？该死！好，我饭桶既然是这次主办方的半个主人，又是楚总的父亲，我有没有资格赶他走？有，赶出去，赶出去！你们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！我只是帮楚氏集团清理这个垃圾罢了。大家把他赶走！赶出去！赶出去！楠楠，静静，把他给我丢出去！这两个逆子，你敢？咱们也这么多年交情了，我这可是为你着想，要不然等会儿楚总来了，你这可算是触动了他的逆鳞，他会把你赶出新城，并且遭到全行业的封杀，甚至会遭到更惨重的代价。这里是楚氏集团，容不得你们乱来。哪儿他妈都有你的！我范爸现在可是楚总的亲生父亲，在楚氏集团，他想干什么，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你们就这么对楚总的恩人，就不怕楚总知道吗？你们就这么对楚总的恩人，就不怕楚总知道吗？知道又怎么样？我倒是要看看楚总会不会为了这个所谓的恩人，跟他的亲生父亲翻脸。等事情闹到楚总那儿，该被赶出去的是你们几个。我说你们两个娘们怎么一直为这个老东西在说话呀？待会儿就是我范爸和楚总的认亲宴，
我倒要叫你们好好长长见识，把他们给我押下去。等一下，杀人！我们走。走？我刚才让你走，你不走，你把水搅浑了，你要走，完了，把他给我摁住！你们怎么能？我怎么能？我还能告诉你呢？是谁敢在我认亲宴上闹事？楚总，是他，他在现场捣乱。你放心，我马上找人把他给丢出去。楚总，现在有2份报告都显示是您的亲生父亲。现在你们谁能告诉我，你们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吗？现在你们谁能告诉我，你们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吗？林朗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当然是你的亲生父亲。你看，我这还有咱们的信物呢。不，这玉佩怎么在你这儿？把我的玉佩还给我！这个玉佩是害他妈留给他们父女的，怎么在你这儿啊？郑怀杰，你还真是不要脸！这明明就是我的玉佩呀！当年你借给我钱，说要拿玉佩来抵债，我把钱还给你了，玉佩拿回来了，你现在竟然说它是你的玉佩？这个玉佩是他妈嫁到我家之前一直带在身上的，怀孕之后玉佩才1分为2。我家有老照片可以作证。有照片怎么？有照片就能证明这玉佩是你的吗？像你这种言而无信、压榨员工的小人，连 DNA 报告都能作假，谁能证明这个照片是不是假的呢？林朗，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虽然这有信物，但是你忘了我还有检测报告呢。现在啊，为了钱，你什么谎你都敢撒呀？好，那我问你们，你们知道那个孩子身上有什么特征吗？那个孩子的脖子后面有一个月牙的胎记，后来才分割成1分为2。林朗找他母亲找了多少年？这个胎记这点小事，你肯定查也能查得出来。我从来没有对外公开过我有胎记这件事情。好，即便是你蒙对了啊，那这信物呢？你怎么证明这个东西是你的呀？好，即便是你蒙对了，那这信物呢？你怎么证明这个东西是你的呀？我不能证明这玉佩是我的，东西会丢，记忆也会错，但是血缘关系它是不会变的。难道啊？是，现在玉佩在你的手上，但这亲子鉴定总不会有假吧？范头，你觉得呢？我当然可以做亲子鉴定了，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。再者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来安排，只要你答应。好。现在把医生叫过来，我们当场做亲子鉴定。是。楚总，检测报告出来了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们2个到底谁才是我父亲？楚总，您的亲生父亲并不是郑先生，而是范先生。林朗，我都已经跟你说了，我才是你的亲生父亲。现在就因为这个老东西，耽误咱们父女相认，浪费了我们多长时间？怎么可能？你真的不是我的月圆？你就别在这丢人现眼，赶紧收拾你的东西滚蛋！我看啊，像你这种见利忘义的小人，竟然妄想成为楚总父亲，真是不要脸。没错，只有我范爸才配当楚总的父亲。而你只配孤独终老，没人给你养老送终。哎，我看你啊，就早点认清现实，回去当你的管夫吧！啊！等一下，楚总，您上次让我做的 DNA 检测报告结果已经出来了。我这里还有1份 DNA 检测报告。这报告不是做过了一次吗？怎么还……忘记告诉大家了，我之前遇到了太多想要冒充我父亲的骗子，其中不乏有买通医生的人。
我楚琳琅做事向来是多手打算，在寻找亲生父母这件事情上更是如此。当我知道郑先生可能是我亲生父亲时，我就想过要做一份亲子鉴定报告。你拿着我的头发去和郑先生做一份 DNA 检测。现在我只要打开手上这份亲子鉴定报告，就能知道郑先生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。现在我只要打开手上这份亲子鉴定报告，就能知道郑先生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。郑先生，你真的是我的父亲。你真的是我的月月儿，我的女儿啊！不，这份报告一定是假的。这个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，郑先生就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我们不是也是做了 DNA 报告吗？楚总，是我的问题，都是他，都是范总让我这样做的，就是他让我掩盖事实真相，事成之后说要给我500万。楚总，我错了。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做医生。告诉他们院长，将这个人全行业封杀，永不录用。是。董事长，我错了。范总，你个老不死的，你把我坑死了。陶总，范总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他早些年不学无术，早就已经坏了根本了，根本不可能有小孩的。各位，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件事情。这位郑怀瑾郑先生是我寻找多年的恩人，同时也是我失散多年的父亲。这什么情况？不是说这个范总才是楚总的亲爹吗？也就是说，郑怀瑾当初帮助的是他自己丢失的女儿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才是楚总的父亲。是啊，楚总。楚总，你千万别为这小人名蒙蔽了双眼呀！诸位，大家，刚才楚总要宣布的人是我。刚才楚总要宣布的人是我，一定是我范总。哎呀喂！各位看清楚了，我寻找多年的恩人和我失散多年的父亲，一直都是郑怀瑾郑先生，而不是他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才是你的父亲。他说的是假的。你现在买通医生，盗取我父亲的玉佩，现在证据就摆在你面前，你还敢冒充我父亲？那又怎么样？这个郑怀瑾就是个背信弃义、贪污敛财的小人，认贼作父，你就不怕玷污了楚氏集团的名声吗？您放心，我知道您的为人，我不可能因为这些人的三言两语就对您有意见，我会永远相信你。楚总，他郑怀瑾不仅克扣员工工资，而且还转移公司资产啊！而且这个老不死的，他连自己尿毒症的母亲都不管不顾，任由他自生自灭，简直猪狗不如！没想到郑怀瑾竟然是这种禽兽不如的东西。楚总有这样亲生父亲，真是命苦啊！你们在胡说什么？他们说的都是假的，郑总没有拖欠我们工资。郑氏兄妹和这个姓范的在污蔑郑总，郑总根本没有拖欠我们工资。就是，郑总的工资早就给我们了。我们这些人都是从农村来城市打拼的，上有老，下有小。郑总明白我们不容易，不但给我们安排高薪工作，按时给我们发工资，还给我们提供住的地方。就连公司最困难的时候，郑总都没想过亏待我们1分钱。对，郑总是好人，不允许你们污蔑他。郑总从来没有对不起我们任何人。郑总是好人，郑总是好人。我是郑总的秘书，要不是他的资助，我现在还在大山里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用自己的行动帮助别人。他这么好的人，怎么可能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不管不顾？他行善几十年，没想到遇到你们这群白眼狼，你们的良心都进狗肚子里了。这个人太不是东西了，竟然这样污蔑郑总。刚才我都信他们了，这是畜生，这不是拿我们当猴耍吗？就是。你们以为治病的钱、工资是从哪来的？告诉你们，都是他贪污公司的钱，他就是一个道貌岸然、臭的比说来好听的人。挪用楚氏资产的自己人，这郑怀瑾和琳达的胆子也太大了吧？这楚董不
不会放过这个郑怀瑾和林娜。这件事，楚董要故意偏袒郑怀瑾，当着这么多社会名流的面，恐怕做不了。郑静，你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我郑怀瑾这一生啊，光明磊落，没有贪过1分钱，我也不屑于做这种事情。但是没想到，我行善积德半辈子，到头来啊，竟遇到你们这群不知感恩的东西。各位，我给你们看一个视频，你们就什么都清楚了。我给你们看一个视频，你们就什么都清楚了。你们几个为了得到郑总的盛世集团，竟然肆意殴打郑总，郑总含辛茹苦把你们养大，你们就是这么报答他的。范总，这俩兄弟真不是个东西，我们差点冤枉了郑总这个好人呢。他们几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这该打死他们，打死他们！你们私自挪用公款，我已经安排专业人员去调查了，相信不久之后事情就会水落石出。你胡说！盛世集团的资金是郑怀瑾自己转移的，跟他们两个有什么关系？对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明明就是郑怀瑾自己拿。等调查结果出来之后，谁撒谎谁清白一目了然，恶人一个都逃脱不掉的。污蔑诽谤我父亲，挪用盛世集团的资产，我楚琳琅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楚总，我错了，你们再也不敢了。楚总，是我们的错，是他，是范总，是他胁迫我们的，我们是无辜的。你们两个白眼狼！你们对不起的人是我爸，该道歉的人也是他，他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你们的生死。爸，是他，是范总，他心思歹毒，他强迫我们转移资产，强迫我们污蔑你。是吧？我不该听你小儿子的谗言呀，爸，原谅我们吧。你们嫌弃我的时候，怎么不知道喊我爸呀？爸，我们父子一场，你也不愿意把我们送进去吧？你们转移公司资产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今天的下场啊？你们在殴打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有今天这一幕啊？你们在欺凌从小宠你的奶奶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今天？这叫什么？这叫人在做天在看，自作孽不可活。爸，我们是听信了范总的谗言，没心窍了。可是你也不能把我们往死路上逼。爸，你从小最疼我了，不能这样见死不救呀，爸。爸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月月，我把他们就交给你们了，我和他们早就没有关系了。他们能有今天，那是他们罪有应得。爸，是范总，是他想把你踩在脚下，他逼迫我们这样做的。是啊，爸，都是范总，是他让我们去老宅闹事，是他让我去董玉佩，也更是他让我们去要你的盛世集团。如果要是我们不这么做，他就要把我们送到免狱呀，爸。你们两个白眼狼，明明是你们两个自己递的投名状，是你们说郑怀瑾的资产是你们的，是你们说他挡了你们的路，是你们要夺盛世集团的。我真是眼瞎了，怎么看了你们这两个狼心狗肺的子女？都是因为你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能现在这个样子。去你怪我啊！你这个胸大无脑的蠢货！我两句话一蛊惑，你依然背弃了养育你10几年的亲爹，你是畜生啊！我去你妈的！给我爸道歉，让他原谅我们！你这个逆子，你敢打我？你敢打你爹？你有手续吗你？还我爹！爸，我错了，我们真的是受到蛊惑，我们发誓再也不这样。是啊，爸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希望你们以后好好做人吧。李娜，把他们都赶出去，从新城彻底封杀，以后楚氏以及所有合作和旗下的集团永不录用。是。爸，我错了，爸。我也知道错了，爸，那你救救我，爸，我们真是错了。好了，各位，现在就请我们今天的主角发言。我郑怀瑾啊，这辈子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唯一的遗憾就是当年没有保护好我的女儿，
但是冥冥之中，我又和我的女儿相遇。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一定要努力的去弥补一个做父亲的责任，更要和我的琳琅要做一个以人为本、以诚为本的良心企业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，回馈于社会。你们真是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！饭头，你一直说我们，要不是你怂恿我们，我们就还是郑怀瑾的女儿，当上楚氏集团的就是我们两个了。要不是这个老东西，我们怎么可能做到这个地步？行了，别再说了。楚氏集团已经知道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了，他会放过我们吗？你们别忘了，我只是没有搭上楚氏集团，我还有自己的公司，我一定能东山再起。说得好。你是范先生？我是三国樱花集团的山神。我们樱花集团想在西河寻找一个有经验的集团合作。樱花集团？您说的可是三国的防火墙行业龙头老大樱花集团？正是，瑞西国最顶尖的公司广达集团正在举办一场比赛，谁要是能研发出广达集团所需要的防火墙，谁就能与之长期合作，成为防火墙行业的龙头企业。真的呀？我们樱花集团本想与盛世集团合作，可那个老匹夫不识抬举。据我了解，你们是盛世集团的老对手，我想利用对盛世集团的了解以及行业的资源和运营上，来击溃盛世集团，成为整个防火墙的龙头企业。你俩这太好了！只要你们愿意跟我们合作，赢得这场比赛，楚氏集团将被你们狠狠地踩在脚下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好，我愿意。非常荣幸跟你合作。好，那我们把楚氏集团狠狠地踩在脚下。山下先生，防火墙呢？我们的员工正在加班加点的熬夜研发了，保证周内完成任务。好，一定要保证质量，完成广达集团的要求。您放心吧。据我听说，楚氏集团也参加了此次比赛，与我们争夺合作权。你们要务必比楚氏集团更快、更好的完成此次研发。楚氏集团呐，虽然是荣成第一集团，但是我们范氏集团呢，有这么多优秀的 IT 型人才。以我多年对郑怀瑾的了解，您放心，他干不过我们。那就好，辛苦辛苦。哎，范爸，那咱们这一次是不是可以顺利把楚氏集团踩在脚下了？哟，你现在肯叫我爸爸了？我告诉你们啊，等咱们拿下比赛，我范统将带领范氏集团取代他楚氏集团，到时候他楚琳琅还有他郑怀瑾又能拿我怎么样呢？抓紧催这些员工，让他们加班加点的完成任务，务必要在楚氏集团之前完成咱们的研发，要不然我拿你们两个试问。是。来人，快来人呐！你没事吧？你们在这干什么呢？还不赶紧给我工作去！爸，我听说广达集团要在新城举办一场防火墙制造比赛，从而去寻找合作方。要是我们楚氏集团能够赢得这场比赛，将会获得巨大的收益。那我们还等什么呀？我们应该立刻开始研发呀！不瞒您说，这次比赛范氏集团也要参加，他们已经联合了樱花集团，我们恐怕很难战胜他们了。樱花集团，没想到范统为了钱，竟然和他们合作了。爸，我听说那个桑国的樱花集团为范氏集团投资100亿，为的就是阻击我们，从而赢得比赛。况且现在范氏集团有那2兄妹做内应，他们恐怕已经做出了攻击我们程序的代码。而且范氏的员工和强大的运维团队并不输给盛世集团。我们楚氏虽然很有钱，但是也很难斗得过现在的范氏集团，赢得之后的经营权。月月，你放心，我既然是楚氏集团最大的合伙人，那楚氏集团的事儿我应该义不容辞，我一定会为楚氏集团赢下这场比赛。你们在这干什么呢？还不赶紧给我工作去！哎，别偷懒，给我起来干活！
我们已经4天没有合眼了，一直都在工作。你们能干就干，不能干现在给我走人！你们就让他回去休息吧，他的身体真的顶不住了。休息？防火墙的研发任务完成不了，谁都不能回家休息。有你们这样压榨员工的吗？从前我跟着郑总的时候，都是准时准点下班，从来没有压榨过我们，真后悔跟你们过了。对，郑总比你们这些黑心老板好上千倍万倍。就是比你们老板，干嘛呢？啊？不想干了？一个个的要造反啊！哎，你给我抓紧起来干活！住手！郑怀瑾，你个老东西，你过来干嘛呀？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休息了，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会有生命危险的。有你们这么压榨员工的吗？老东西，他们是我们的员工，我们想怎么压榨就怎么压榨。当初在认亲宴的时候，我们几个求着你，你都不放过我们，现在跑这儿来多管闲事啊！我看你啊，就是怕我们赢得比赛，把你和你的楚氏集团踩在脚下，所以花了跑到我们这闹事，是不是？我这是来邀请我以前的员工加入到楚氏集团。你敢挖我的墙角？你就这么压榨我的兄弟姐妹？就算不是为了比赛，我也会邀请他们加入到楚氏集团。郑总，您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。我愿意跟着郑总，在这里我已经被压榨了10天10夜没有合眼了。我也愿意，追随郑总，跟随郑总。你们一群蠢货！你们就算跟他走，也是为了程序的开发。你以为他们就会压榨你们吗？我一直跟着郑总10几年，我相信以郑总的为人，无论什么情况都不会压榨我。我也相信郑总，我也相信。谁都不准走。这场比赛势在必得，愿意留下的员工，所有人的工资全部翻倍。怎么样？你们上有老下有小，双倍工资应该对于你们来说很重要吧？你们所谓的信任，在金钱面前简直不堪一击。我们楚氏集团愿意出你们正常工资的5倍来聘请你。我们楚氏集团愿意出你们正常工资的5倍来聘请你。我出10倍雇佣你们，我出15倍，我出100倍，不就是钱吗？我们樱花集团有的是，你们楚氏集团跟我们樱花集团比还差得远呢。楚琳琅啊，谁让你当初不选择我当你的合作伙伴？你看看现在，我背后是强大的樱花集团，论资金也差得远了。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要不你们楚氏集团并归我们樱花集团旗下，如何？这一次，我要把郑怀瑾这老东西和楚氏集团狠狠地踩在脚下。郑总，对方是樱花集团，再多的资金我们也出不起来。希望你们答应员工的薪水能够坚决做到，记住100倍。死猪！我呸！没钱装什么大爷？张总，忘恩负义，我不会，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。哪怕今天盛世集团给我开出1000倍、100倍的工资，我也一定紧紧跟随你。郑总，疯了！100倍的工资都不要了！疯了！100倍的工资都不要了！郑总，我也愿意跟着您去楚氏集团。郑总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可我给不了你们那么多钱的工资啊！郑总，我们都是您招来盛世集团的，也是您一直在培养我们，给了我们养家的能力。这些恩情怎么能跟钱比呢？郑总，工资多少都听您的，我只跟随你。好，我发誓，我郑怀瑾今生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。你走。疯了，都是疯了！竟然跟钱过不去，一群蠢货！跟着郑怀瑾，你们会后悔的。你这个蠢，把他们都放走！谁来给我们开发防火墙？而且防火墙他们已经开发了一半，他们熟知我们的漏洞，
这场比赛怎么能赢？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不就一群程序员吗？我们再找一批不就完事儿了？你个蠢！这些程序员可是郑怀瑾培养10几年的专业人才，他们要走，再也没有比他们强的程序员了。这些人，我们怎么完成广达集团的研发任务？珊珊先生，您先别着急着生气呀。您忘了，我们手中还有他楚氏集团没有的强大的运维团队呢。只有靠了他们，才能在未来把楚氏集团托付于我们生产的防火墙正常的运转下去。所以我们的产品质量稍微差了那么一丢丢，这广达集团他不会在意的。但是这些人加入了楚氏集团之后，会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威胁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郑怀瑾和那几个下等人顺利的把防火墙研发完成的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来告诉你们这群白眼狼，你们和公司签了保密协议。如果你们还想回去，我们也不是不可以接受你们。你是来请我们回去的？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？求你们，你们这群蝼蚁也配？我想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不抓住这次机会，等樱花集团派来了专家，你们可就没有机会了。崇洋媚外的东西！我承认，早些年樱花集团的系统处于领先水平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国家也培养了大批量的技术人才。我们现在研发的东西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东西差，而且我们现在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先进水平。郑怀瑾啊，你是疯了吧？人家樱花集团从有了电脑就成立了公司，你才玩电脑几年？你凭什么和人家几代专家累积出来的经验相比啊？经验只可以借鉴，但技术是不断的创新。这道理我记得我好像教过你啊。爸，说得好。郑总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加班加点，通宵也会帮您研发出防火墙。各位，你们只需要正常的工作，到点了下班休息就可以了。可是郑总，这么多任务不加班加点，怎么做得完啊？我说过，我绝对不会压榨你们。想要提高工作效率，靠的可不是加班，而是更高效的管理方法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将基础程序 AI 化，在保证生产效率的基础上，更要保障每一个人的休息和健康。爸，您不愧是我挑选的合伙人，只要有您在，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。哦，对了，月月，现在还有一件事需要你来解决。不是我说你们俩在这唱戏呢，我最后再问你们一句，你们到底跟不跟我走？这是我们的场地，涉及机密，赶紧滚蛋！对，你赶紧走，我们不差你的这个臭钱。对，滚出去！快滚！希望你们永远保持这个姿态。我感觉他来我们这儿不只是为了挖人。那您的意思是？大家都去看一下我们的硬盘是否还在啊？系统硬盘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郑总，涂总，整个机房的机器不知怎么的，全部停止运行了。明天就是跟广达集团交付的日子了，可是现在所有的服务器都停摆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走。爸，过来。怎么样，病毒植入了吗？我已经成功把病毒植入他们的控制系统了，放心吧，没个1、2天，他们绝对修不好。哎呀，这下好了啊！再加上咱们的运营商资源，这笔订单10拿95。好，那个时候，你们的防火墙企业都将被我们3国的樱花集团踩在脚下。
而广达的最大一笔订单也将由我们三国企业投资的公司所承缴。郑怀瑾啊，任凭你再神通广大，我看你这次怎么翻身。欢迎大家来到广达集团举办的防火墙比赛现场。本次比赛共有2大企业参加，哪个企业研发出的防火墙质量更高，哪个企业将会获得我们广达集团的长期合作。那是盛世集团的人。听说盛世集团拥有高超的防火墙制作技术，而且还拥有强大的团队。最近似乎还得到了三国樱花集团的投资。要我看，范氏集团大概率会拿到广达集团的合作。这楚氏集团虽然是荣成第一企业，但相比于有技术、有投资、有运营商，还是新城本地的范氏集团来说，还是差得远啊。你是范氏集团的范总吧？哎，是我。你好，范总。此次防火墙比赛2家企业参加，但以你运维资源和技术，广达集团和你们的合作可以说是板上钉钉子的事了。那我们就提前预祝我们合作成功。听说这是楚氏集团最近刚宣布的最大合伙人。最大合伙人居然是个残废，这楚氏集团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胜败这种事儿，最好比一下才能知道。比？拿什么比啊？我们的防火墙可是从樱花集团特意调过来的专家研发的，用的底层逻辑就是樱花集团最先进的技术。待会儿你们的防火墙恐怕连3秒钟都撑不到。既然参赛嘉宾都已经到场，那么我们事不宜迟，现在便开始展示参赛嘉宾的科研成果。参赛方将用你们的防火墙来抵御我们广达集团的进攻，坚守时间长的一方将获胜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一下盛世集团的防火墙产品。老东西，等我赢了比赛拿下项目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，一雪前耻。测试开始。看到了吗，各位？这就是我范氏集团这么多年在网络安全领域上领先各位的底气。盛世公司测试结束，坚守时长9分钟。下面让我们有请楚氏集团。圆圆，你放心，我们的系统绝对没有问题。测试开始。哎，楚总，这就是你挖我们员工做的防火墙啊？怎么一下都扛不住啊？啊！范氏集团的防火墙，无论是在防控能力还是在先进程度上，都已领先于国内的大部分防火墙。虽然有一点瑕疵，但足以满足我们广达集团的要求。果然，不愧是樱花集团投资的范氏集团，这防火墙在国内都不一定有企业能够制作出来。看来这次比赛范氏集团赢定了。楚总，你就认输吧。你真的以为被我们扫地出门的老狗，他说的是实话？你真的以为他懂技术啊？我还不了解他吗？
他在家可从来没有碰过电脑。不过是看看报告，还真把自己当成砖墙了。爸，我相信你。检测到低级防火墙系统，请问是否覆盖？覆盖。切，故弄玄虚，你还真以为自己能成功啊？嘿嘿，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残废，他的防火墙要是能用，我就下跪给你道歉。你最好记住你现在说的话。覆盖完成，战琳琅系统守护你的安全。怎么才3道防护？这就是你说的必胜的把握？你拿一个初级模型在这糊弄谁呢？爸，你看看咱们家的防火墙，怎么瞬间就被突破了第1道防线？爸，你的这个东西真的能行吗？老东西，这回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吧？啊！范总啊，恭喜你！看来这次是盛世集团拿下和我们广达集团的合作订单了。先不要急着下决定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黄土入半截的老东西，你要是本事不小，也就赶紧退休回去捡捡破烂，出来害人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！郑静啊，脑子是一个好东西啊，希望你不要只在乎外表。你知道我最讨厌你这副自以为是的模样，明明自己什么都不懂。我说过，太过急功近利不是件好事。闭嘴！你现在不是我爸，别在这教我。病毒已清除完毕。这怎么可能？这防火墙精细程度这么高，我还从未见过。这怎么可能？连把病毒植入了他们的控制中心，他们怎么可能跳出防火墙？你以为你这点小把戏就能拦得住我爸？防火墙开始运行。郑总，你太厉害了！哎呀，我看郑静突然过来，一定是另有所图。如果不是为了盗取我们的研究成果，他大概率会给我们用一些手段，阻止我们参赛。他们在我们的运行程序上植入了病毒。好在这种情况啊，我以前在经营盛世集团的时候出现过。这种病毒还是当年我教他做的，所以有应对的办法。他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啊？没想到楚氏集团生产的防火墙能达到这种水平，即便是国外的企业要做到这种级别，也并非一日之功呀。楚氏集团竟然能够得到江总这么高的评价，看来这楚氏集团确实厉害。不过可别忘了，广达集团寻找合伙人，看的可不只有技术啊。江总，接下来就由您决定来选择哪家企业作为我们广达集团的合作伙伴。好。虽然楚氏集团的防火墙质量远高于盛世集团，但我们更看重的是运维资源。毕竟全球有1万日活用户在使用我们的服务器，我不能只在乎单方面的成功，所以我选择拥有强大运营资源的范氏集团。老东西，就凭你还敢跟我斗？且慢，我们是范氏集团的运营商，不，或者说我们是之前盛世集团的运营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的意思是，我们运营商决定取消与你们范氏集团的合作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兄妹跟你们合作这么多年，凭什么取消合作？跟你可是签了合同的，这样算违约。我们的合约已经到期了，你们还没有续约呢。我们之所以和你们兄妹合作，那完全是看在郑总的面子上。
现在大家都知道你们是认贼作父，那么我们便不再与你们合作。郑总对我们每一个运营商都有恩，在我们最困难之时，是郑总把产品给了我们，让我们销售，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一席之地。所以不管郑总在哪，我们都只跟郑总合作。我们取消范氏集团的合作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将和郑总所在的楚氏集团合作。凭什么你们说取消就取消呀？我不同意啊！你们敢跟我们取消合作，我饶不了你们！既然是这么个情况，我们广达集团宣布，郑总所在的楚氏集团将成为我们合作的伙伴。哎，不行，不行，这不行！范统、郑南、郑静，你们的罪证，我们楚氏集团已经拿到了所有证据。接下来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哎，不是我，哎，放开我！哎，半个呀！你往我出手，一定能行！气死我了！郑先生，我市长亲自要求，让我花重金将盛世集团收购回去，我愿意支付1000亿代价。不必了，我们盛世集团已经跟楚氏集团签订了永久的合作合同，而且我和楚董已经签了终身协议。郑先生，郑先生，违约金我们出。郑先生，我们樱花集团非常需要像您这样的技术人员。山下先生，我听说你们有匠人精神，可是我们也有契约精神，我是不会去的。别以为喊出千亿就能让郑总卑躬屈膝的接受，我们有自己的傲骨。这下完，我们失去了和广达集团的合作。社长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开除我的呀！爸，范氏集团已经开始拍卖了。拍卖？范氏一直都经营的不错呀，怎么会呀？郑南两兄妹上次算计你的亏空，以及用广达集团作为噱头提前签约的那笔订单，没有按时交付到客户手里，导致大量的违约金赔进去。现在范统已经开始变卖房产了。爸，您是有什么想法吗？月月，你能借我点钱吗？我想把范氏集团给卖了。爸，您不会还要帮那群白眼狼吧？这么多年来，范氏一直跟我们盛世集团分庭抗礼，这一下子破产了，他们那些员工可怎么活呀？而且范氏也只是一时的经营不善，不是救不活呀。借钱可以，但是我们公是公，私是私。行，爸爸听你的。爸，这笔钱呢，我也不需要您来还，就当是我入股，就这么定了哈。月月，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呢。爸，因为您值得。哦，对了，爸，范统不只是将郑南和郑静两兄妹给告了，还被查出了虚报税务、偷税漏税，现在已经被抓了，估计这后半辈子呀，都得在里面反省了。那是他们自作自受。